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大舅。那这个频道呢是向全球最顶尖的互联网人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宗旨。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呢，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在 YouTube 上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推送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有请这个前哔哩哔哩的Live 的产品经理的 Head JY 来跟我们做一下分享。那上一期节目他讲了他的人生履历，特别是他是一个偏草根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这样一个起步，让逐步一步一步闯入直播这个行业，然后在4年之内就做到了产品总监的这样的一个职位。那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有意思的东西值得学习，大家可以看一下上一期对他的这样的一个采访。那这一期呢，我们想聊聊业务，那特别是因为 JY 他自己做了这个哔哩哔哩 Live 这个产品，那是这个产品的head，那他管理很多的产品经理，那所以他应该比较懂这个东西。其实我想了解这个东西他怎么做出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做。首先我们先请 JY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嗨，大家好，然后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很棒的一个节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这个 JY 跟我们秀一下你在 B 站对吧？你做的产品，你的宝贝，来跟我们秀一下。OK，我先共享一下屏幕，看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OK，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是 哔哩哔哩 Live，也就是直播的一个 Web 版的一个页面，当然 App 也是差不多的，只是构造交互不大一样。然后实际上在中国，对于整个直播而言的话，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增值服务，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去观看一个主播的一个直播，然后可能进行一个打赏。然后这个打赏就是说送礼物也好，还是比如说购买这个用户或者平台的 VIP 之后，然后这个钱就相当会分给平台和主播，获得一个增值的一个收益。当然，在中国看直播，绝大多数直播都是免费的，当然也有付费直播，这里我们就不具体谈，因为我们大多数的直播间都是免费直播间。比如说我现在进入到了一个主播的一个页面，它叫 old 白 ，OK。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主播的等级，以及他正在跟他的用户们进行一个交流。然后这上面飞的就是我们在上一期所谈到的一个弹幕，因为这个可能在美国并不常见，但是在中国，特别在哔哩哔哩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文化。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就看到了，我就插入问一下你说，这个弹幕和右边的聊天室是什么关系？是右边聊天室的文章都会从上面飞过去吗？基本上只要是聊天，这边的内容应该说是全部内容，因为全部内容意思只是除了你发的内容信息以外，也有可能你送的礼物也好，或者说你分享的这个直播间也好等等，也会在这边展现。而弹幕指的只是纯发布的信息内容，比如说哇、问号、老板大旗之类的，会从这里飘过去，就像是。所以说，相当于它是右边这个聊天区文字的一个子集是吧？就是把对，一些真子集不相关的东西去滤掉，然后就产生这个弹幕。对，没错。弹幕是每一个都发吗？那如果这个聊天区有大量的内容出来呢？对，没错。这个问题非常的好。比如说，特别是一些赛事直播间，可能观看的人数是过100万级的，而不然的话，那满屏幕都是弹幕。所以说，我们会做一个叫做丢弃策略。意思就是说，每1秒钟可能我们最多只展现，比如说几十条的弹幕。如果是超过了这个弹幕级的话，我们就相当不进行展示。那么丢弃的原则，比如说是叫做主态可见，比如说我自己发的，比如说我现在自己发一个666这样的一个信息过来的话，那么可以看到有一个打框的这个信息，我自己是可见的。但是如果现在的信息非常多，实际上我的信息可能是会丢掉的。但是总之每个人看到自己的信息嘛，他就能够意识到，哎，我的信息可能主播就看到，或者其他人就看到了，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这个人其实很可怜，其实大家其实并没有看到，但是他觉得对，是有可能的，对，是有可能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其他还有什么策略来决定什么放什么不放？因为有大量的内容需要放。首先第一，弹幕信息首要做一个简单一个过滤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过关键词，比如说可能涉正、涉黄或者不雅的词会被过滤掉。然后在发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经过一定的算法，比如说，根据这个用户的等级，这个用户和这个主播之间的关联，进行一个优次的一个排序列。比如说等级越高的，或越我们认为这个，更好的用户，他可能会更优先的会发出来，而那些等级比较低的，相对来说就会丢掉它。
第二种是通过内容层也可以进行过滤，比如说刚才可以看到，如果大家的同质内容太多的话，我可能对于那些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比较有个性的内容会优先展示一些。比如说所有人都发问号问号问号或者666，那其实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是无用的重复信息。但这时候我发主播你非常的帅 ，Big Joe 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那么我会相对于识别你这段信息是比较有质量一些的，那么也会优先发出来。OK，明白了，就差不多是两个，一个是信息本身的排序，这个排序主要是从比如说一个内容它的独特性来决定的，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发信息的人的一个质量的一个算是一个因子吧，或者一个数字吧，对，没错，来决定是不是这个能够上这个榜，对吧？OK，在获得下一个问题之前，我再问一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的一个直播，对不对？现在我们在 B 站或者整个中国的这个直播行业里面，一般是什么内容的人会做直播啊？比如说我知道游戏直播是有的，对吧？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形式是主流的直播形式，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样的一些内容呢 ？OK，目前来说，整个中国的直播行业里面大致可以分为5大类吧，就是5大类大概可以。第一大类是游戏直播，可能这个相对来说用户人群和流量是最大的，以斗鱼、虎牙、包括哔哩哔哩等为首，就像是。第二类直播叫做娱乐化直播，意思就是说以唱歌、跳舞、聊天，就是很漂亮一个小姐姐跟你聊天或者唱歌等等为首。然后这个为首的话，大概是 YY、陌陌或者说像腾讯音乐等等，他们做的比较好一点点。然后第三类直播是叫做我们称为叫社交类直播，这个其实可能跟第二类娱乐化直播有点接近啊，可能不是那么好区分出来。但是呢，因为随着抖音和快手，他们可能更趋于的就是没有什么绝对固定的内容，可能就是我作为一个个人想跟你们聊天，或者作为一个个人 IP 跟大家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慢慢崛起。然后第四类直播我们称为叫做电商类直播，比如说以淘宝直播为首，京东直播、拼多多直播，它的核心目的就是带货卖东西。就是说，比如说我正在逛东西的时候，我去看这个东西。第五类稍微是要少数一点，就是说教育类直播，特别随着疫情的影响，在线教育其实经过一大波的风潮的，所以说很多人就在上面可能是卖课程啊或者讲课程这样的一个进行。大概中国是主要这5大类。我再插一个因为我前段时间看到了有一些这个虚拟偶像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在中国算是一类新的直播的一种领域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我觉得如果从内容层来说，算一个领域，但是因为我们很难去界定它，因为它可能它的整体规模没办法跟我前面说的5大类相提并论，所以可能更多的太小了，它只能说，比如说一个虚拟主播正在玩游戏，我还是把它归到游戏类；虚拟主播跟你聊天，我可能把它归到娱乐或者社交类里面一些，这个样子。好的，明白了。好，那现在我们继续来讲这个哈。首先，我觉得直播呢，那一般来说，我认为哈，你可以告诉我，一般就几种情况嘛。一个就是说，我就看你，对不对？还有一种呢是直播是要跟这个主播做互动。那从互动的角度来说，有哪些方式跟主播来做互动呢？比如说现在这个节目，当然我现在听不见声音哈，这个主播有跟人在说话吗？跟大家在聊吗？就是怎么互动呢？首先，主播的互动方式基本上可能比较单一一点，就是说话。当然了，你可能如果是打游戏来说的话，你可以理解互动方式之一，也就是它的内容本身，就是说游戏内容本身就是一种互动方式。其实我认为这是我们现在直播的一个问题，相对来说互动方式不那么多。然后用户的互动方式就是发弹幕、送礼物，包括还有醒目留言，这个跟 YouTube 的 Super Chat 比较像，就像是。我可以通过发一段信息，然后留一个言，然后去表现，就是说，比如说主播我很爱你之类这样一些信息，然后可能在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就是可以分为这几大类。所以说，那它主要的核心诉求是什么呢？是说这个用户他的主要诉求就是我认识你这个人，或者你是我的偶像，或者怎样？我想跟你聊天吗？还是这是他主要诉求吗？我认为按照我的方法论来说的话，其实用户的诉求分为2大类，一种是偏内容型诉求，一个是偏粉丝性诉求。内容型诉求就比如说像游戏啊，或者说电商直播就比较偏内容型诉求一点。比如说我就是很喜欢打王者荣耀或者撸啊撸这个游戏，
实际上是 Big Joe 打还是 JY 打不重要，谁打得好谁就 OK， 或者说符合我这个喜欢的英雄更重要一点。包括电商直播，其实我更看重的是这个东西好不好。比如说，并不是说我喜欢李佳琦，而是因为李佳琦你卖的东西正好是我想买的，而且卖的又便宜，而且质量有保障，所以说我就买你。还有一种是偏粉丝属性一点的，粉丝属性就更类似于娱乐直播和社交类直播一点点。比如说，实际上我就是喜欢，比如说 Big Joe 的智慧，你说什么我都觉得是对的，我就是想听你说什么。实际上你今天哪怕就在那里扯淡或者睡觉，我也想看你。或者我很喜欢一个小姐姐，她唱歌很甜美，然后平时又喜欢跟我聊聊天，我就喜欢跟她看看她颜值，然后跟她聊聊天。实际上她回不回我也不那么的重要。所以说这就是分为了两个诉求点吧，我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诉求心理。那这两种诉求心理相当于是决定了有两种内容形式，对吧？一种内容形式是说我根本跟你互动也无所谓，我打我的游戏你看就行了，对吧？或者是我卖东西我卖货就行了，我不一定要跟你聊天或者跟你那个互动。还有一种就是我得想个法儿来跟你互动，当然我也不知道想什么，比如像这种节目，我也不知道这个主播他在跟他聊什么，这有什么好聊的？这个一般他们都互动什么呢？这个倒不一定呢，我觉得这就属于每一个主播自己的内容，因为在中国，其实我觉得内容已经非常的全面了，基本上你能想到的，包括吃播也好，还是户外走一走也好，还是你在打游戏也好，都是可以的。就是说，人实际上有一种打发时间和消费内容的一种诉求吧，就相当是这种情况。就是说，主播就是他就说我现在做一件事儿，比如说我在吃东西，对，然后我就边吃边跟你聊天，你就看到我在吃什么，对吧？再比如说有的人是我不知道，就是我在嗑瓜子，或者我在钓鱼，边钓鱼跟你聊天。因为我有看到过一些主播，但我自己不能理解，但我相信有些用户能理解。就那个人就在那站着。对，站着。然后有人提问题说：“哎，你好呀。”啊，有人提问说：“哎，你好呀。”就是我觉得这个什么好看的，但是好像是有些这样的主播，我就不明白这个用户需求在什么地方，点在哪里，对吧？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又当过主播，就我自己会经常直播一下，然后我也会跟主播们进行交流，包括他们看到更多。实际上，用户的心理就是说，从心理层面来说，打发时间和解决自己的孤独，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在中国有大量的人口，有一个数据就是你猜一猜中国有多少主播？就是说有过直播相关经历的人有多少人？真不知道，真不知道，对吧？我当时知道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也很惊讶，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外卖非常的有名，就是美团跟饿了么，就是很多外卖小哥解决了大量的人口问题。大概外卖小哥的人数是50万人，我可以给一个比喻啊，50万人，很多了，真的很惊人的这个数字。然后当时那个人问我，你猜中国的主播有多少？我猜20万、30万。不，他最后告诉我300万，中国有300万的主播，当然有的很多是业余，有的我承认很多是业余，但是它说明了一点，大家在接受直播这些，大家在制造各种各样的内容，也许你觉得无聊的时候，有些人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说它的全面性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了，就相当是。好的，好，那我们刚才讲了几个，第一个讲的是内容。就从内容角度来说，你刚刚说了，比如说有游戏类，有这个交流类，有什么类的，这是一种。第二个我们讲了互动，比如讲了这个弹幕和这个聊天区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一下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分类啊，就是特效或者说是商业化 monetization 或者什么的，因为我就看到好多，你看到下面有一排这个礼物，对不对？然后右边有各种特效，有各种什么小星啊，什么什么，上面还有个叫大航海啊，大航海，还有什么是的00将，什么魔人10 UL13，对，就这些东西花里胡哨的，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以及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OK，我来解释一下吧。首先，第一，其实整个直播的商业化经历了很多过程，比如说可能跟美国的 Stream Live 不一样的是，美国据我了解。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美国的 Stream Live， 比如说 Twitch 的核心的营收业务是通过广告获得的，然后但是中国基本上直播业务都不是的营收点都是来自于增值服务，意思就是说你不用看广告，你也免费看直播，但是你只要觉得开心喜欢，
你就进行打赏吧。所以说就出现了第一项重要的营收功能，也就是包括到现在为止也是最重要的，叫送礼物，叫送礼物。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礼物2000金瓜子，也就是说折合人民币2元，就相当是，然后可能价格不一样的话，它的效果就不一样。比如说这个可能是一个100元的礼物，然后这个是一个1245元的一个礼物，它可以触发不同的一些效果。比如说我们把这个部分就是互动区部分叫做连击条，便宜的礼物可能就是比如说 JY 送了一个比如说小星星，但是如果你送到大的礼物的话，可能就有一个全屏幕的一些动画等等就会出现。然后你的这1000块钱可能就有一部分是分给了平台，有一部分分给了主播，他就获得这些相关的一个收益。我们把这种叫做礼物打赏，这个是基本上所有平台都有的一个技术公开，在中国。事情从不管是从这个用户还是从主播角度来说，他们的体验和他们这个心理上的需求是怎么样的呢？其实诉求来说，你可以理解，从用户角度说了，他第一是希望啊，说句不好听话，就跟其实传统一样的，一个人在上面唱歌，然后你给他10块钱一样的感觉一样的，就是说我很认可你这一个内容的行为，或者我很喜欢你，所以说我为你或为这个内容去付费了。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制造排行榜，比如说这个地方叫7日榜，会把这些付费的用户展现在这里，也就是说让所有人知道 ，OK， 你是一个付费用户，我们要去尊重你，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哥或者之类的一样的一个人。所以它有2方面的诉求：一，我对主播的爱；二，我在这个环境里面的虚荣心，我是能够是有反馈的，这样的2种诉求。OK， 那主播这边他会对这样的不管是虚荣心也好，还是这个当时那个瞬间的投递也好，有什么样的反馈吗？都有的，他一般都会感谢的，而且因为随着你礼物的价格的不同，你的效果的不同，还比如说在很大的直播间，还是跟弹幕的问题一样的，如果有很多人送礼的话，那很简单，我们也有丢弃和排弃原则的，就是说可能更大的礼物相对来说你就会出现的时间更长，更靠前一点点，那么主播相对来说就会更爱你一些嘛，然后你会在这个直播间更有排面一点点。是这个样子。这个礼物在哪里？我看那个小星星突然一下就消失了嘛？难道没有一对，个？因为它很便宜，因为它很便宜。有没有一个待的时间长一点的？有，那就是比如说像这样一个飞船，就是我们叫小电池飞船，它这个1245元，它发送之后就相当是在整个屏幕的位置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展现的一个情况，包括它还会发出一个广播。就是说，比如说对别的直播间发一个广播，就是说谁谁送那个小电视，它相当于有一个，也就换说，就我刚才说的虚荣心一样的，除了你在这个直播间假设有1万人的虚荣心以外，我也可以让别的直播间人也知道我牛逼这件事情。那这个东西会是消失的吗？它不能一直在前面挡着屏幕吧？不，对，它会消失的，也就是说一般停顿几秒钟的时间。当然你还会问，那如果我很不喜欢看到这些东西，我就想看到内容的话，也可以。我们对于单个用户都有屏蔽功能的，就相当是，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人就是不付费，我就是想看内容，我不想看那些土豪在我面前刷的话，我也可以自己去选择那个屏蔽功能。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东西只能瞬间发生，哪怕它的价值非常高，是不是也没有什么虚荣心的？因为你如果没看到，那几秒钟没了就没了，没有一个方法让它就是留在什么地方吗？OK，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的好，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冲动性即时性消费，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再做那么强的留痕。当然了，这个有分播端跟看端，我说播端就是主播侧，主播侧我们会专门给一个区域，就是做一定的留痕，你哪怕他这时候没看见，他后面也会看到的这个过程。有道理。对，是可以这么做，但是对于用户来说就没必要总是在这边不停的放，不然的话那就很遮挡视线了嘛。或者说我们会把它的就是我说的这个7日榜一样的，我会把它总计的这种东西放在上面去。也就是说，送的单个的礼物是一回事，但是我认为他在这个直播间或者在这个主播的排行其实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把这个永远放到这里，你去竞争这个排行榜就可以了。所以不管你送了什么东西，最后都把它折成了瓜子的这个数量来进行这个排行。对，没有错。好，那接下来想听听看你讲那个大航海是什么东西，因为这个玩意我看到它名字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 confusing，就是我自己不太明白这个都是干嘛，为什么叫大航海？非常的2次元这个名字，因为大航海是起源于那个
比如说什么海贼王啊或者 One Piece 之类的这因为些我没看过 典故 One 里面一 Piece，些梗，所以不知道。一些梗。然后实际上这个你可以理解叫做房间内的 VIP，你可以这么理解。实际上它真正的意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比如说在 Twitch 啊、YouTube 有一些订阅的功能，比如说$6订阅呀这样的功能，有点像。但是呢，我们把这样的在中国，我们把这样的功能做得更加的复杂和更有层次感一点点。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在哔哩哔哩的大海分3个等级，分别叫做舰长、提督和总督这3个等级，分别对应的价格是200、2000和2万1个月。也就是说，我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我比如说花200元上了一个叫舰长的大航海，然后我就像这1个月我就拥有这样的特权，我就能够放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叫大航海的一个榜单里面去。然后另外的话，当然我们还有个东西叫粉丝勋章比如说这个主播可以定义我自己叫魔人，然后于是乎他的粉丝只要花钱了以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勋章叫魔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勋章，然后就相当我是你的人呐，这就是牌面，就是，然后通过不断的继续送礼，你就或者说通过一些活跃型的，比如说观看，你就可以不断的去增加你这一个牌子的一个等级，或者说大航海的这样的一个等级，通过付费行为，然后相当于你在还是其实最后还是归于了那2个心态：一，让主播更爱你，因为他知道一个30级的人比20级的人可能更忠诚，花更多的钱；另一方面，你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也更加有牌面一些，因为你就相当于你就是一个他知道你是个高等级的一个大佬，他就知道啊，你是一个牛逼的人，你是个有钱的人，你是一个从可能1年前就跟着这个主播的人，他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辨别大家，就跟产品经理一样的，有等级一样的 P1、P2、P3、P4、Director 之类的。其实你说 Director 有什么用？当然有用也没有用，但是你亮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自己好像变得更优秀了一点点？就类似于这种满足人的这一种反馈性心理吧，就像是。相当于是粉丝的一个某种排序和等级吧，只不过有一些对，是就是通过跟他互动，有些通过送礼送钱，对吧？对，没有错，没错。这个东西是绑定的是直播这件事情，还是绑定的频道呀？比如说这个主播如果他不做直播，他做录播的情况下，是不是也有这个东西呢？也有，就是说他做视频也可以获得这样的牌子，就相当是，但是呢，因为我们目前来说，live 就是直播这边打赏更多一点点，所以说基本上可以这么说，我们有个数据，当然这不能透露具体数据啊，就是说你可能获得这样的牌子的更多的人是来自于视频因为很正常，因为哔哩哔哩的核心用户还是视频多一点点，但是如果你要做成长的话，就是这个牌子的成长的话，那么你还是要通过直播这样获得。就是其实这是有2个区分的。明白了，而且从商业化角度来说，我感觉这种互动的形式可能会比你像比较充电这种静态的形式就要好很多，好很多。因为充电其实基本上很少，因为太冷静了这个场景。因为你看完了之后，总之也没有一个主播感谢你，也没有一个主播说能不能打赏一下，都没人说话的。所以说基本上其实没有多少人会充电，还是通过直播来获得打赏。好的。那最后我想学习一下这个关于商务这一块的功能，因为你刚刚看到的这个东西是有所谓的叫什么小瓜子，对吧？但是因为我没有做过直播，但是我在 B 站有自己频道，我是录播嘛，我觉得录播是有另外一套自己的这个商业体系，比如说它有投币，然后它有充电，充电是用的叫做贝壳还是叫什么，对不对？然后你这里呢是用的是瓜子，为什么这些从商务角度来说这些都不整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事实上，从产品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可以进行整合的。事实上，我也提出了关于整合的一个规划，其实已经提出了，因为我觉得其实是可以一体化的。因为这可能是一个历史性原因，因为历史上面，做直播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想得很清楚，然后做的时间又很早，那个时候就是15年的时候开始做的，然后又是个单独的部门，两边不搭界，然后就没有做好产品的一些的联动。所以我觉得其实本质来说，从一个用户的理解角度也好，还是使用角度也好，我认为其实是可以统一货币的，是没问题的这个问题。所以是因为这个组织结构原因吧，是当时做成这个样子。但其实从产品经理方法论角度来说，应该是整合一个商务的一个支付方式，然后在整个全站统一货币。
对吧？而比如你在且这个美国的话，一下是多了，一下是别的货币，你也很痛苦，对吧？这样子。对，这个东西我自己用 B 站，我自己确实觉得非常 confusing。就一开始我都不知道投币嗯这个币，后来别人跟我说，这个投币其嗯，实不是真的货币，那个只是说是对对对，推动你这个往上在搜索和排序往上顶而已。没错，真正的货币是在那个充电里面，然后这里充电里面，又有另外没错，一个货币，所以说这个嗯，东西我觉得是原来非常的，是有这样一个历史的对对对。原因。而嗯且我其实在，来到哔哩哔哩直播之后做了很多的整合，可能今天你们可以看到的是，比如说礼物啊，或者大航海粉丝勋章，实际上之类有很多不同的赛道，基本上可以一个新用户非常的不友好，就是说你来了之后你不知道这个 A B C D 的区别是什么，然后他要学 A B C D 才行，然后我慢慢的整合，可能你就是学习啊送礼物，然后你就上大航海获得粉丝勋章，然后接着送礼物就可以升级，这样其实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一点点。不要一下东一下西的，这样其实对一个成长的一个平台和你要接受未来更广阔的平台来说，就上一期我们讲到的个性和共性嘛，可能它早期的时候非常讲究个性，但是随着你的 DAU、MAU 不断增大以后，你要去叫做学会做减法，学会做的更通用性一点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们今天的嗯对这个方面的一个研究就说到这个地方，至少嗯我自己没有什么，OK 问题了。你觉得你有没有 OK。什么我没有讲到的地方？你觉得也非常值得讲的，在你在哔哩哔哩这段时间做产品总监的过程中，什么你觉得特别好的功能，我们刚才没讲到的？比如说，其实刚才也说了，其实做一个成长体系里面有很多复杂过程，比如说怎么去展现，怎么把它升级等一个体系，然后以及包括你可以看到这个弹幕的颜色的不同，其实也是跟这个等级直接挂钩的。因为我们哦，发现，比如说用户其实很在意这个颜色，因为你不能说为爱发电，就是说为了等级而等级，其实是没太大意义的。你需要跟一些实际权益挂钩，比如说弹幕的颜色。比如说入场的一些特效，比如 JY 进入了这个直播间等等，进行一定的联动，然后你才能够把东西做得更好。当然，我们在主播侧也做了很多的大胆的也不叫一些优化和尝试，比如说优化它的推荐算法啊，优化它的排序的一些逻辑等等这些暗逻辑。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产品经理，之前我也说我非常的热爱做产品一样的，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过程。你去。因为我其实做直播有一个夙愿，真的有一个夙愿，就是说，因为我也上期也讲过，就是说，我觉得做游戏也好，还是做户外也好，我觉得如果一个产品经理，你应该把你的平台搭建好，把你的互动和营收搭建好，你让每一个主播，让中国的300万的主播们有饭可吃，他们能够通过这个去恰饭，通过这个去成长。那么这就是一个直播产品经理最应该去做的事情，而不是每天被别人表成说是网红也好，或者什么为什么要去播游戏也好，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偏见。我真的认为这些都是一些偏见。100多年前大家踢足球也认为这是不是一件正经事。那么我觉得再过20年、30年以后，我们会去尊重这些主播们，但是如何去让他们得到尊重，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直播的产品经理，需要把这个体系搭建好。搭建的更加健康和有效，就是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总结了一个3句话的方法论，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第一句话就是说，因为我们在直播当中会遇到很多作弊的人，就一些刷子和作弊器的人，我们要把这些人通过产品规则和一些技术方案把他们给踢出去。然后还有第二的人，可能他没有多少钱，或者就是没有钱，但他愿意看直播去跟随他们，你需要去鼓励他们的活跃行为，比如说像刚才 Big Joe 说的投硬币也好，还是说我通过观看时长，我就会送一些免费的小道具也好，这样一些方式。然后还有第三的人是付费的用户，这些付费用户你要去打造他们的核心体验，这并不是嫌贫爱富，而是因为你要去尊重内容的创造和尊重内容的付费，这点我觉得是中国做的不够好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至少我觉得经过我的4年的努力，我从4年前，我记得我刚开始做直播的时候，所有人都会骂你，为什么你要礼物？为什么你要去买这些头衔这些东西？到今天，大家去尊重送礼的人，去尊重这些有头衔的人，让主播有饭可吃，让主播变得越来越好，让整个直播生态变得越来越好。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最感到骄傲的一个地方吧。好，此处应有掌声，噼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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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啦。然后各位同学，如果你们怎么样，为了支持我这样一个主播，请怎么样，记得给我点赞，记得给我投币，记得怎么样3连，记得怎么样把这个内容分享给其他人，谢谢大家。没错没错。好，那我们今天关于哔哩哔哩这个直播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分享呢，就讲到这个地方。那最后的话呢，我有一个就是
关于整个直播行业的这个整体而言的这个问题哈，就是OK，直播行业为什么现在这么火？然后呢，这个未来的这个你觉得趋势会是怎么样的？既然你以后还会在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哈。OK，对，我觉得我还是愿意继续坚持，至少坚持到35岁吧。等到我被干掉红线干掉了之后再说。当然，我也很希望有一天能够来美国，因为我知道，因为我看了前几期讲那个了，美国好像就没有什么35岁红线这样的一个说法，对吧？然后对啊，对啊，你 OK，你如果35岁找不到工作了，我帮你内推，来来来。好，感谢。然后我们回到刚才 Big Joe 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关于直播的一个现状和展望吧。就直播为什么会这么火？我觉得它有一个基础的一个推论，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上期说的，我在小的时候，我10多年前我就认为直播就该出现，但为什么直播没有出现呢？那是因为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都没有崛起，它没有这个土壤。也就是说，过去如果没有4G 网络的话，根本谈不上什么直播这个概念，你看个视频都是卡的，对吧？所以说，它其实是在4G 已经这个功能力比较稳定了以后，然后才慢慢的让这个直播的土壤，也就是说观看的体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然后大家每个人都有了智能手机以后，而不是因为电脑其实是一个很死的东西，我必须要坐在那才行。但是其实现在整个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手机看直播的，我只要拿起手机有一个4G 网络，我就能够看到这些直播。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本质这个方式本身是 OK 的，是非常 OK 的，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直接互动的一个过程，它比原来的视频、文字、音频也好，都要更高一个，从信息学角度说高一个档次，它是有交互性的。但是它之所以现在爆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智能手机、我们的网络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所以说让它成熟了这样的一个土壤。然后第二个原因，我觉得对于未来的展望，我依旧是非常的看好整个直播领域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还没发生，叫5G，就5G还没有真正的出现呢。等5G 出现以后，我现在其实因为我现在体验就是，毕竟还有很多网络的内容它没办法做到高清，或者说我们没办法通过 AR 或者 VR 的方式，就像我们看科幻片一样的。就是说，我现在比如说我想去看 Big Joe 带我们直播看，比如说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我可能还是只能通过一个2维的方式去观看。但是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有5G，我们有 AR、VR 的全新设备，我们有一个 AR、VR 的眼镜的话，我是不是能够身临其境的通过你的直播去看到这样的景象，通过更多的信息维度去看到这场游戏或者说现场的一些状况？那么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直播的一个完美的时代到来，就像一个更高的阶的一个时代到来。所以到那个时候，主播更挣钱，赶紧努力对，努力，更挣钱，更早点更更更 OK 辞职，然后做全职主播，以后就靠这个吃饭了。哎呀哎呀，啊，对，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早日到来。会到来的，会到来。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差不多就要到这个地方了，也感谢 JY 2个礼拜的一个分享。我们一般呢，就感谢这个嘉宾的分享，都会请嘉宾来说说看，有没有什么大家可以帮到你的地方啊？除了你30岁、50岁以后关于找工作哈，有没有别的什么大家可以帮到你的地方呢？比如说你在招人吗？还是有别的什么事儿呢？我觉得其实总体来说还好吧，就像是，然后我自己有一个博客，然后在新浪上面一个博客，然后也叫江建长江江军舰的舰，然后 JY 大写的 JY，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当然我这些写的有时候挺无聊的，但是我觉得属于一个叫自我的一个激励。我从2007年9月开始写起，每个月会写一篇，然后不断的去总结和回顾自己的一个过程，不断的复盘，然后去渐进这样的过程。我很欢迎大家能够去留言。当然，我觉得其实通过 Big Joe 的这个节目，在下面无论是 YouTube 还是哔哩哔哩，在下面留言我都会去看，然后去说白了就是并不是说我在说我自己怎么牛逼或者怎么苦逼，而是因为我想分享到我的一段内容之后，能够跟大家通过大家的信息反馈，让我知道我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去更优化自己的一个过程吧。这个 JY 的博好的客我以前看过，但最近有段时间没有追了。但是我知道我当时，OK，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一个挺有营养的，这个就是很真实，而且有很多思考。因为这样大家看JY 这样的节目，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思考深度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的博客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下的，去看一下的。
好的，那如果大家好的，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给我们的节目怎么样呀？点赞。在这个 B 站上，感谢大家给我们的3连支持。对，然后，如果你们能够把这个内容分享给其他有需要的人，那就更好了。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你对直播行业有什么看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了。最后呢，我们屏幕上会有一个二维码，大家扫这个二维码呢，就可以有我们的小伙伴怎么样呀？拉你进群，我们的观众群，跟我们有更多的这样一个互动。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那就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OK，非常感谢 Big Joe，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看这段视频，然后我们后面有机会再继续进行交流，谢谢。好的，那回头就看你在腾讯音乐的新产品的这样一个推出吧。对，你现在好的。方便跟大家讲讲你在腾讯音乐会做什么产品、什么功能吗？到时候我们可以去试用一下。腾讯音乐其实 TME 是有4个部分组成的，然后我加入是酷狗音乐，然后在酷狗音乐有很多优秀的主播，他们会唱歌、跳舞等等，然后我可音乐直播。能会去音乐直播，对，然后嗯，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也会去打造他的粉丝体系、他的打赏体系，包括他的流量的分发，然后我相信如果喜欢歌曲的，包括喜欢跟这些并不是有名的歌手，但是他们说不定通过你们的支持，说不定有一天就成为一个当红歌手了，可以来酷狗直播来看一看。好的，那回头我也去下载一个，看看酷狗音乐直播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好，感谢这位，我们下次再见，再见，拜再见，拜。拜拜。